林峰，林峰，你今天最好跟大家说清楚，你收我们的苹果2块5一斤，镇上的周老板就没有低于3块钱一斤，你是不是在故意压价？根叔，镇上收3块，但挑好果还不包采摘运输，我包采摘运输，给你们节省了很多成本，你们实际赚更多。少狡辩，你就是贪心，欺负村人老实。林峰，你有出息了就忘本，反过来就压自己人，低价收高价卖，太黑心！必须涨价3块一斤，包采摘运输，不然大家1颗苹果都不卖给你。对，必须涨价，不涨价就滚出牛岭村，吃里扒外，你不配做牛岭村的人。我没有压大家的价格，镇上老周收3块一斤，只要8成熟以上，单果3两以上的精苹果，咱村的苹果能达标的有多少？最多3成，剩下的他不要，烂在地里算谁的？8厘以上的果，每颗重4两以上，果面光滑，无病虫害，那也比你2块5强。我还没算完，老周不管采摘不管运输，请人采摘1天150，一亩地最少2个工，运输费另算。你家5亩地，光这2项少说搭进去2、3千，我全包了，省的就是赚的。这笔账你算不过来？你别在这忽悠人，谁知道你卖出去多少钱一斤？黄正康的儿子黄小军，去年从外面打工回来，整天游手好闲。小军，我卖出去的价格，扣掉运费、损耗、人工，一斤赚3、4毛。你要是觉得赚得多，你来干这活，我把渠道让给你。你赚3、4毛，谁信？你要真赚这么少，干嘛费这个劲儿？就是无利不起早嘛。他肯定赚大头了，不然干嘛跑这么远来收？对，无利不起早，我是赚钱，但我要是想多赚，我干嘛不去隔壁青山村收？那边的苹果比你们的好，品种新，个头大。我坚持先收咱们的苹果，想帮衬乡亲们。要是你不信，那我也没办法。少拿好听话糊弄人！你回来收苹果是因为咱村便宜赚得多。行吧，黄叔，3块一斤包采摘运输，我做不了。这个价格我收回去刨去成本，一斤亏4毛，我没有做慈善的本钱，对不住了各位。大伙儿都听着，没了他林峰，咱们照样把苹果卖出去。咱们统一去镇上找老周，3块钱一斤，比他2块5多5毛呢。就是，大家辛辛苦苦种的果，凭什么让他林峰一个人赚钱？说的对，咱们自己卖，赚的更多。林子，苹果什么时候到？超市催得紧，周末搞促销，量不够可不行。陈哥，牛岭村的货暂时出了点问题，得缓几天。你别和我开玩笑，合同你签了的，这批货断了，违约金你兜得住。我想办法，最迟后天给你发第一批。行，我只等到后天。喂，张哥，我是林峰。你们青山村苹果熟了吗？熟了，还没来得及采摘呢。那太好了，今天方便吗？我过去看看。方便。好，我现在就来。早就该留心了，2块5的价格想收咱们的苹果，实在不太合理。那采摘人手怎么安排？咱们村里果树面积大，只靠自家亲人根本采摘不完。可以雇村里闲散劳动力帮忙采摘，1天150元工钱，咱们完全负担得起。1天150元工钱，这算下来要雇佣不少日子，开销不小。林老弟，快来快来，苹果你自己看好。林老弟，快过来瞧瞧，你来看看咱家今年的苹果品质。今年打理果园我格外用心，全部改用优质有机肥，虽说投入成本高了一些，但是苹果整体品质提升特别明显。句句属实，不过我这边需求量比较大，麻烦你帮忙联络村里其他种植户，统一整合货源。我需要凑够3万斤货品，后天第一批货物准时发出。我这就去通知全村乡亲，2块8统一收购，还包劳采摘运输。这个合作方式比别家实在太多了。确实是这个道理。老周给出3块一斤，却只收精品苹果，采摘运输都需要自己负责。综合算下来，远不如林老板划算实在。林老弟为人踏实厚道，是真心实意帮扶咱们农户。大家太过夸赞了，
我也只是踏实做事，赚取合理辛苦利润。老陈，这边货源已经整合完毕，后天准时发出第一批货品。林峰，你好，我是牛岭村的李长根。李叔您好，请问有什么事情？有件事跟你说一下，你千万别多想。您尽管只需会直说就好。收购上老周看过咱们村苹果样品，认为大部分苹果达不到精品标准，只能按照2等果品价格收购。小军心里十分委屈，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处理剩余过品。我这边手头还有工作在忙，李叔您先妥善安排。林峰，那你现在还愿意收购咱们村里的苹果吗？李叔，并不是我不愿意收购，之前是乡亲们暂时不愿意和我合作，这话并非我凭空所说。今天事情处理的怎么样了？老周收购标准太过严苛，3000斤苹果只筛选出800斤精苹果，百般挑拣压低收购标准，实则是收购理念不一样。他低价收进2等苹果，评定标准太过主观，实在难以让人认同。那剩下大批量苹果，咱们接下来该如何安置？先暂时存放起来，明天再挑选品相优质的苹果送往镇上。临时雇工的工钱该如何分摊？今天聘请12名工人，1人150元，工钱开销不小，大家一起平摊吧。这一批苹果色泽不均匀，达不到商超供货标准。这批带有果斑，也不合品收购要求。这批苹果还请尽量收纳，您的筛选标准实在太过严格了。小伙子，我从事果品收购行业20年，各类果品品质和市场定价我都十分了解。您这般筛选，着实让农户承受不小压力。如果觉得我的收购标准不合适，也可以选择其他收购渠道对比参考。共计600斤精品苹果，3元1斤，合计1800元。货款统一月底集中结算。今天先开具收货凭证。之前说好当场结算钱，怎么变成月底结算了？我店铺一直都是月底统一结算，周边同行基本都是统一结算模式。 1800元货款还要等到月底结算，今天雇工工钱、出行路费开销不小，加上被退回的苹果，忙活下来不仅没有收益，反而还出现了亏损。小军，长久依靠老周收购不是长久之计，村里大批量苹果根本没办法快速售卖完毕。不依靠他收购，咱们暂时也没有更好的销路，家里孩子学费还没有凑齐，眼下这般处境，往后该如何是好？我再试着联系外地收购商，拓宽售卖渠道。接连几日联系都没有成效，之前沟通产生隔阂，周边收购都不愿前来收购。咱们不能眼睁睁看着辛苦种植的苹果白白损耗。实话实说，早前林峰2块5不分等级统一收购，包揽采摘运输，大家一味追求高价，扣除各类开销之后，实际收益反而更低。小军年轻，一心想为乡亲们争取更高收益，初心没有错。林峰踏实做事，赚取合理收益。当初大家拒绝合作，如今果品滞销，大家都要正视问题。长根说的很有道理，那咱们现在该如何化解局面？主动放下隔阂，上门诚恳寻求林峰合作。我实在不好意思前去，当初当众拒绝合作，态度强硬，如今遇到难处一味退缩，也解决不了问题。我前去联系林峰吧，往日他热心帮过我家难事，为人正直善良。林老板，明年您还会来咱们村收购苹果吗？只要大家保持优质种植管理，维护好果品品质，我每年都会前来合作收购。一共123筐，每筐30斤，合计3690只斤。二位长辈，今日怎么有空来到这边？林峰，我们全村乡亲仔细反思过后，知晓往日做事考虑不周，是我们大家做错了，尤其是小军处事太过冲动。林峰哥，之前是我处事鲁莽，心胸狭隘，还希望你多多包涵原谅。各位长辈，乡亲们的心意我明白，但是我提前把话说清楚。目前我已经和青山村签订正式合作协议，
这边果实货源已经足够，暂时没有多余份额收购牛岭村苹果。林峰，你万万不能坐视不管啊！家家户户上万斤苹果挂在枝头，再不及时采摘售卖，全部都会损耗坏掉。这些都是看着我长大的乡里乡亲，我心中十分念及旧情。做生意重情义，更要守规矩。林峰，能不能适当抬高一点价格？乡亲们这几日亏损太多，实在不容易。李叔，这个价格已经是我给出最大诚意。放眼周边收购市场，这个价格已经高于普遍收购价。2块3我们愿意接受。往日是我们不懂珍惜，这个价格我们全部认同。合作达成之后，所有货款当日现金结清，但是往后合作必须严守规矩。若是再出现不合规行为，我会立刻终止合作，再也不会踏入牛岭村对接业务。林峰，尝尝咱们自家种的苹果。多谢婶子好意。这边苹果个头不算出众，外形不算精致，但是口感清甜爽口，味道十分地道。林峰，您过来巡查采摘工作了。最近操劳过度，多注意身体。咱们抓紧时间下地安排采摘，趁着清晨天气凉爽，加快采摘进度。等到正午气温升高，苹果果肉变软，损耗率会大幅增加。好嘞，大家抓紧行动，优先采摘成熟度最高的果树。林峰，咱们说好的2块3统一收购，我家这些苹果都可以正常收购吧？统一全部收购。提前说好规则，石头开裂、品相极差的同品归类为损耗果，损耗比例超过30%，超出部分扣除钱款。提前讲明规则，避免后续产生误会矛盾。王叔，麻烦您过来看一下这筐货品。婶子，咱们合作讲究诚信本分，采摘工人只负责采摘枝头完好苹果，落地变质货品不能混入售卖筐内，这是为了维护咱们共同的口碑。只是果肉稍微变软，清理干净依旧可以正常售卖。既然说好统一收购，不该刻意挑拣。你不要胡乱说话，遵守合作规矩才是正事。咱们收购价格偏低，理应多收纳一些活品弥补损失。婶子，做生意讲究公道分明，2块3是正常鲜果收购价，并非变质果品收购价。一旦大批量劣质果品流入市场，会严重影响整体销路，造成巨大亏损。既然说好全部收购，就不该区分好坏。老徐，暂时暂停采摘他家果园货品，已经装好的货品重新分拣核对，不合规货品坚决不收。你实在是糊涂，好不容易争取来合作机会，怎能因为一时贪心毁掉全村销路？大民媳妇儿，你实在太过糊涂，全村人拉下脸面才争取到合作机会，万万不能一己私心破坏大局。若是林峰终止合作，全村果品销路都会彻底断绝。做人做事坚守本心，林峰帮扶大家解决销路难题，我们更应该恪守本分，诚信合作，才能长久稳定发展。林峰，实在抱歉，都是家里人不懂事理。还希望你不要计较，这批分拣出来的果品我们自行处理，绝不混入校卖货品当中。麻烦大家继续正常采摘收购。王叔，做生意长久合作依靠就是诚信规矩，今日破例退让，往后人人效仿，合作秩序就彻底打乱了。这件事情就此翻篇，所有人严格按照约定规则执行，损耗超标统一扣费，大家继续安心劳作。王叔，核算完毕，一共2万2千元。下午我去镇上取现金，今晚统一在村委会发放结算钱款。放心，我们100%信任你的为人。林老板最近忙着收购果荨呢，听闻你低价收购成熟度偏高的苹果，胆量倒是不小。只是他是做农产品生意，赚取合理收益，比不上周老板专注高端精品果实供货轻松。年轻人做生意不要太过意气用事。农户做事大多只顾眼前利益，成熟度过高的苹果很难流入高端市场，稍有不慎就会出现亏损。多谢周老板好心提醒，我倒是听闻县城大型商超急需3万斤精品苹果，您早早定下订单，却迟迟凑不够货源。您四处奔走走访周边村落，依旧凑不齐足量精品货源。牛岭村苹果虽说成熟度偏高，但是果肉甜度充足。我避开高端商超渠道，专门对接乡镇农贸市场做惠民平价售卖，走薄利多销路线，货线流转速度快，基本没有库存压力。您坚守高端供货渠道，慢慢整合货源即可。实在凑不齐货品，尽早另寻货源，避免违约承担损失。大家依次排队，念到名字，上前核对账目，领取钱款。黄正康，5亩果园总货量7200斤，剔除损耗果实，实际结算6800斤，2块3一斤，合计15640元。您清点核对一下。不用清点，你的为人，我们全村人都十分信赖。王大民，8亩果园结算10500斤，合计24150元。
周婶儿，你家果品1400斤，合计3220元。林峰，是不是账目核算出错了？我家产量没有这么多钱款。账目没有任何差错，你家苹果天然种植，无过多农药，口感格外优质。我私自预留2筐自用，额外给你补上差价，没有录入公共账目，收下吧。孩子马上开学，急需学费，多补贴一些家用。峰哥，往日都是我太过鲁莽冲动，经历这些事情，我彻底醒悟，农产品生意从来不是简单低价买入高价卖出这么容易。家里孩子学费都凑齐了吧？凑齐了，深知赚钱格外不易，我想跟着你踏踏实实做事，搬运货品、跟车送货都可以，我不怕辛苦劳累。我这边不养闲散人员，也不随意收学徒。明天清晨5点，车队前往外地批发市场卸货，一趟装卸工钱30元。能坚持早起踏实干活，就准时村口集合。吃不了谷就不必提起。我一定能坚持做到，明天5点准时等候。第一批货品顺利送达，你这次统筹安排做得十分稳妥。青山村金苹果严格按照合作合同供货，商超那边验收都顺利通过了吧？全部顺利验收合格，违约风险彻底解除。没想到你收购的普通成熟苹果在乡镇市场格外受欢迎，原本品相一般的苹果为何会如此畅销？我把熟透清甜的苹果分拣出来，投放乡镇集市做惠民明价售卖，口感香甜，物美价廉。短短半天，3万斤货布全部售卖一空，回款速度十分快捷。为什么老牌收购商老周不采用这种售卖方式？老周长期对接高端商超，习惯做高利润精品果品生意，不愿意耗费精力分拣分级做平价惠民售卖，也放不下身段下沉基层市场。做农产品行业不能只盯着优质鲜果谋优劣并存，优科果树抢占高端市场，普通果品下沉基层市场，帮农户消化全部农产品，才能真正赢得农户信任。明日休整1日，后天前往青山村收尾收购工作。短期务工收益虽不算高，但是长期积累行业经验，往后这片农产品市场，咱们就能牢牢站稳脚跟。青山村的村民们注意了，明年开春，林峰专门邀请农业技术专家进村，免费指导大家修剪果树枝条，改良果树品种。不愿学习改良种植技术的农户，往后果品销路自行解决。忙完了村里的事，我也该回城里了。来年乡村农产品种植布局已经可以提前规划筹备。各位长辈乡亲，这位是县里农业站的赵明远工程师，专业负责果树品种改良、种植技术优化工作。林老板联系我，想要整体升级村内苹果种植产业。今天先来实地考察果园情况。改良果树品种是不是需要把原有果树全部砍掉？不需要砍伐果树，采用枝条嫁接技术即可，保留原有果树根系，嫁接优质高产果树枝条，第2年就能正常挂果丰收。截断原有枝条和砍掉果树没有区别。这件事情事关全村种植产业，我一人无法做主，召集全村开会，共同商议决定。没问题，我耐心等候大家商议结果。我栽种10几年的老果树，实在舍不得轻易改造。老人家，只是嫁接优化品种，不是砍掉果树。好好的枝条锯掉，实在让人心里不舍。您家果树主干已经出现空心老化现象，再过3年，产量和品质都会大幅下降。您可以先观望其他农户改良效果。今年优质加枝条数有限，错过就要再等1年。峰哥，产业升级这个办法实在太妥当。后方簇仓库装修布局我盯着推进，遇到拿捏不准的事情随时联系你。林峰，果园出事了，嫁接的嫩芽全都蔫了，可千万别在这个节骨眼上出问题。大伙儿都不敢高声言语，心情紧张的如同在产房外等候消息一般。我立刻调配300斤地膜，200捆干柴，今天下午之前全部到位。全村果农分组值守，4人一组，瞬间敲显计骤持粮，每2小时轮换一班。峰哥，
果树怎么接连遭遇变故？果树本身没有变化，都是天气因素所致。这天气的变化也着实捉摸不定。明天应该就能迎来晴天。数日过后，嫁接嫩芽存活率达到90%以上，全部顺利成活。赵师傅，我家里的老树现在补接枝条还来得及吗？来得及，务必抓紧清明前最后的最佳养护嫁接窗口期。我家果树也一并更换品种，我那3棵长势不好的果树全部换新枝。苗木费用我先行垫付，后续从果品收益里扣除即可。赵师傅，再增加3棵果树的苗木用量。4月，牛岭村苹果花尽数绽放，新培育枝条开出的花朵个头远超老式品种，可麻烦也在这个月接踵而来。黄大哥，久仰大名，我们主营水果产地直采供应链，合作农户已有3000多户。直接和农户签订收购协议，帮大家把苹果销往全国各大商超与电商平台，让大家的苹果不愁卖，价格卖得更高。和你们合作，具体条件是什么？果品保底收购价3块5一斤，精苹果4块2一斤，所有产出全部兜底收购，采摘、运输、分拣全都由我们负责。签订5年合作合同，价格每年小幅调整。保底价格具备法律保障。这件事我需要和村里乡亲们商量一番。理所应当，我暂时住在镇上，随时都能联系沟通。箱子阳光价横飞！康哥，3块5的收购价是真的吗？那咱们直接签约就行。先别急，我得先查一查这家公司的真实底细。公司名叫清源农业。你们听说过这家企业吗？听说过。去年这家公司在南边云思县开展同款合作，同样承诺高价保底，5年全包收购。第1年确实按约定结算，第2年就借着果品品质不达标理由，单方面压低收购价到2块1斤。农户想要解除合同，才发现无违约金高达合同总金额的30%，根本无力承担，只能被迫接受。你们仔细核对过合同条文吗？合同字体细小繁琐，没能全部看完。稍后找人逐条研读，重点查看前2条的果品品质界定标准，还有违约金核算相关条款。康哥，这里写明，农户交付的果品需要符合甲方制定标准，评判标准会根据市场情况不定期更改。意思就是果品合格与否，全由对方判定，标准可以随意改道。12条还规定，签约农户不能将同类果品卖给其他商家，违规就是要赔付合同总额30%的违约金，属于独家供货条款。一旦签下合同，自家苹果只能卖给他们，别家出价再高也不能交易。这份合同暗藏不少陷阱。第7条能随意以品质问题下调价格，判定权掌握在对方手中。第12条锁定独家供货，违约代价极高。黄大哥，这些传言想必是旁人刻意挑拨，并非无端揣测。合同条文清晰列明，大家都能看得明白，条款细节可以协商调整，大家有顾虑都能提出，我对接法务部门修改，只是合作名额有限，整片区域仅选取2个村落合作，机会难得。峰哥，咱们要不要进去交涉？不必出面，对方正规洽谈合作，我贸然介入反倒不妥。可是，你可以进去沟通，这是我整理的清源农业往年合作纠纷资料。包含工商投诉记录、新闻报道，还有受害农户的佐证视频链接。你以村民身份公示这些资料即可，事实摆在眼前，大家自行分辨对错。
云思县农户遭遇压价的事情，你们作何解释？当初承诺保底收购，第2年降价至2块1斤，还有村落农户违约赔付8万元违约金，生活都受到影响。这些都是同行恶意抹黑，网络信息不足为证。官方投诉记录也能作假？你们公司背后实际控股人是不是周建国？这家公司成立时间不长，法人另有其人，但股东名单里出现周建国的名字，此人就是镇上此前失信的商户周建国。先前经营出现问题后，改换身份注册新公司，依旧沿用旧模式招揽农户合作。原来是之前坑害大家的人换了名头，又想来欺骗乡亲们。你们没有实质依据，不要随意污蔑。合同暂且留下，我们送到镇上司法所核验合规性，请你离开吧。老黄，我签下的合同还具备效力吗？行业通用规则，合同签订7日之内属于冷静期，可以书面形式告知对方解除协议，回家拟定解除合约声明，按照合同地址邮寄送达就行。峰哥，接下来咱们前往青山村查看果木长势吧，正事儿不能耽搁。刚才多谢你的提醒。不必客气，资料由你公示，想法也是大家自己判断。嫁接成活率达到 92%， 长势优良。今年做好疏花养护，明年采收的果品品质一定会让人满意。好，我立刻把养护要求通知各位农户。林老板，你算得上我们青山村的致富帮手。不敢当，我有个想法，想和你联手合作，联合牛岭村与青山村组建共同合作社，由你和黄正康统筹村内事务，我负责对外运营管理，单独经营规模有限，抱团发展才能拥有和收购平台谈判的底气。我全力赞同。合作社造福全体村民，销路物流交由你打理，果品品质大家共同把控。待到明年果品成熟，就能检验发展成果。峰哥，费心搭建合作社，你心里真正的目标是什么？你心里是怎么看待的？把产业规模做大，咱们掌握果品定价话语权，是不是这样？思路还差一点。本土苹果的实际价值应当交由市场评定，我们负责打通对外线路。新品种精品苹果收购价3块8一斤，普通果皮2块8一斤。均价能达到3块2，今年收益很不错啊。今日牛岭村果品出库数量少了1100斤，核对过后田地均已完成采收。下午我在张老三的果园里看到陌生货车运走数筐苹果，产业做大之后，部分村民心思也开始动摇。简短说明事宜，合作社章程明确规定，果品统一集中收购，禁止私自对外销卖，个别人员违规会损害全体社员共同利益。张老三，站出来说明情况，4块5一斤的收购价是何人向你报价？是一位自称姓刘的外地收货商贩。我们青山村调配1000斤优质果品补足缺口，2村携手共进，一方出现问题，全体都会受到牵连。多谢相助，果品差价后续从张老三的处罚金里抵扣。林老板，听闻你创办合作社发展红火，不如携手合作，你负责供货，我提供销售渠道，收益双方平分。一边暗中破坏合作秩序，一边抛出合作邀约，这样的方式我无法接受。商场之上没有长久对立的关系，我没有对立的对手，始终坚守经营准则。我们尝试社区团购预售，1小时就达成300笔订单。这算下来一共有多少斤果品？每单3斤，1小时售出900斤。接到举报，你们未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资质，仓储分拣属于食品流通，整改期间分装打包立即暂停。是我们工作疏忽，马上整理资质，全力配合整改。线上订单无法分装发货，该如何处理？初级农产品无需专项经营许可，更换场地完成分装打包即可。张哥，借用青山村闲置冷库使用10天，面对刻意阻碍，我们灵活调整应对方式，自身实力稳固才是根本。2块5的收购价偏低，镇上周建国的收购场出价3块1斤。对方3块1斤只收购大规格优质果，残次果都会拒收，实际到手收益未必更高。你只是想压低价格赚取中间差价，统一要求3块全包收购，不然绝不交货。这个价格不符合市场行情，无法满足。不肯加价，今天就没法运走任何苹果，我们自行将果子送到镇上售卖。工作人员收拾设备，准备撤离。统货2块5一个斤，包采收运输。
大家协力装车。卸货分拣，按规格评定品级定价。当初约定统货3块1斤全部收购，为何还要分拣？3块1斤仅收购80毫米以上的优质大果，小新品不达标，达不到收购标准。愿意收卖分拣计价，不愿合作可以原路返回。卸货，核验品级。周建国恶意压价，麻烦你按照2块5的价格收下这些果子。果实脱离树枝存放极易损坏，磕碰过后品相受损，无法进入烧渠道售卖。先前商议价格时，大家心存不满，如今遭遇亏损，才想起集体合作。目前老式苹果统货市发价跌到1块8一斤，采收运输不再额外承担，大家自行决定是否收售。我们同意按这个价格交易。可以帮忙收货，但必须统一分拣筛选，腐烂、虫化、病变果实全部剔除，劣质果实不予收购。我们严格遵循分拣要求，1块8的价格收购，基本没有盈利空间。盈利并非首要目的，借此树立合作规矩。经历这次吃亏教训，明年北坡200亩果园的农户都会主动改良果木品种，自愿加入合作社。考虑周全，这样处理十分妥当。大家看清日程安排，今年冬季没有空闲时间，田间养护工作排得满满当当。往年冬日清闲度日，今年整年都要忙碌劳作。不过用心培育果树，结出香甜果实，辛苦也值得。北坡的赵大走托人打听，想要申请加入合作社。合作社章程规定，随时接纳新社人申请。他性格要强，碍于颜面，不愿亲自前来商谈。入社需要遵守2项硬性要求：第一，北坡老旧果树全部加节改良，开春统一施工，有苗费用逐年从果品收益扣除；第二，严格遵守合作社全部规章，违规一律阿规处罚，绝不贴利。让他亲自上门沟通，若是放不下心结，入社也难以同心协计。之前是我处事不妥，过往的误会就此接过。仔细阅读社员章程条款，签字确认后正式成为社员，同等享受福利，也必须恪守规章制度。苗木每亩造价3200元，均为成本价格。费用能否分期缴纳？章程写明可分2年结清，直接从每年果款里抵扣即可。当初贪图高价吃亏受损，事后反思十分懊悔。专心打理果树，踏实经营就好。对方主动低头认错，你可以多说几句宽慰的话语。客套话语没有实质用处，用心种好果树才是根本。你踏实能干，留在村里创业可惜，来工地务工，每日薪资280元。倘若经营失利，到时再前去务工也不迟。成交数据超出预期，短短2天累计售出1800单。咱们村里的苹果线上平台都能买到了。你会操作像购物吗？我并不熟悉操作，家里晚辈都会使用。全年收支核算完毕，全体社员平均收入提升42%。林峰带领大家增收致富，我们一同举杯致谢。把分红款项逐一发放到村民手中。林老板，出大事了！镇上新来一名果品收购商方志平，走访各村宣传，所有果品统一3块5一斤收购，比咱们的价格高出整整1元。对方已经进村宣传了，带着业务员逐户推广，不少村民心生异动。你如何看待这件事？高额报价极具诱惑力，即便耐心劝说，也很难稳住村民心思。这家企业今年1月才注册成立，4月就大举下乡收购，资金来源存在疑点。请问水果批发行业内是否知晓方志平这名商户？我帮你多方打听，业内同行都并不熟悉此人。听闻不少社区团购失败业拐者转行收购农产馆，高价锁定货源，再对接下游渠道牟利。事情原委知晓，谢了。各位乡亲，我们企业秉持会盟初心，携手农户共创收益，签订合作协议，果匹3块1保底收购，市价高于保地价，按市价结算，行情下跌由我方兜底保障。已有5户村民私下签订合作预售合同，尊重村民个人选择，不必强行阻拦。他们都是合作社社员，章程明令禁止私自对外供货。此次签订的是来年预售订单，果实尚未成熟，不算违规外销。强行约束容易引发矛盾，加价之后合作社毫无利润，冷矿还贷、技术推广、品牌打造都没有资金支撑。3块5收购，4块售卖，除去各项运营成本，基本亏损。对方短期砸钱铲去市场，并无长久经营规划。村们更看重以前实际收益。周建国本度经营手段有限，方志平外来经商资金富裕，此番目的就是抢占本地果实市场。5月份果树挂果量达到35万斤，产量相较往年翻倍增长。 6月中旬启动线上预售，首批目标3000订单，线下渠道每周稳定供货15000斤。 按计划排发货，各项工作稳步推进。下河村又有3户村民签订外部收购合约，对方上调收购价格了，价格维持3块5，但推出全款预付政策，果树尚未采摘，钱款直接打入农户账户。正规收购商不会提前全额付款，
对方本意或许并非收购果品。目前一共多少户签订合约？仅下河村就有8户，周边村落签约人数也不断增加。查看合约违约条款，重点确认逾期收货相关规定。合同写明，甲方未能按时收货，可最长延期60天完成收购。鲜果常温存放仅有3天保鲜期，60天早已彻底变质。这条条款明显规避自身责任，即便村民通过法律维权胜诉之后，果实也全部损坏，损失无法挽回。电话一直关机，对方拿了签约信息后失联了，立刻报警求助。对方提前支付货款，不存在偷盗诈借行为，合同允许延期收货，报警也难以处理，只能求助林峰，看看合作社能否收购我们的果子。钱款结清，大家尽快打理田间农事即可。私下签订外部合约的村民两头获取收益，严格遵守规章的社员收益偏低，这样并不公平。安分守己反倒吃亏，难以让大家心服。村民社群里争议不断，争议核心就是觉得违规农户获利，损害集体公平性。通知各村理事，明日召开临时社员大会，补充完善合作社规章制度。规矩不容松动，一旦破例，全员都会效仿跟风，合作社就失去约束作用。正常社员优先采收，优先享受专家指导，私下签约农户全部延后安排。这条约束方式合理公正，既能约束不当行为，也能给全体社员合理交代。方志平最终去向如何？经查实，对方早已退租办公场地，仅租赁临时工位开展业务，没有长期经营打算。风波彻底平息，包括此前签约的8户村民在内，所有农户都选择坚守合作社，同心协力发展本土苹果产业。